同学们，你们好。前面我们学习了蛋白质的1、2、3、4级结构，掌握了蛋白质的各级结构组成及其特点。下面我们将在结构的基础上继续认识蛋白质的功能，了解蛋白质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首先，蛋白质的顺序异构现象是蛋白质生物功能多样性和种属特异性的结构基础。蛋白质的一级结构是空间结构的基础，特定的空间构象主要是由蛋白质分子中的肽链和侧链 R 基团形成的次级键来维持的。因此，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决定其2、3级等高级结构。蛋白质的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反映结构。蛋白质的多肽链在体内被合成后，即可根据一级结构的特点自然折叠或盘曲，形成一定的空间构象，但更多的情况是需要分子伴侣或其他酶的参与。图中为非折叠态的一级结构多肽链在酶及 ATP 的参与下，蛋白质的高级结构的形成过程。一级结构相似的蛋白质，其基本的构象及其功能也相似。例如，胰岛素分子中第6位氨基酸残基物种之间的差异最小，仅氧马为甘氨酸，其他物种为丝氨酸。第30位氨基酸残基物种之间的差异最大。下面我们了解一级结构的种属差异与分子进化。同源蛋白质中，氨基酸顺序中有许多位置的氨基酸对所有的种属是相同的，我们称之为不变残基。如细胞色素 C 是由104个氨基酸组成的，黄色区域的残基为不变残基，而其他位置的氨基酸残基对于不同的种属有相当大的变化，称可变残基。蓝色纵列区域为可变残基。同源蛋白质中氨基酸顺序中这样的相似性，我们称之为顺序同源。不同种属来源的细胞色素 C 中，可变残基的数目与这些种属在系统发生上的位置有密切关系。例如，人与黑猩猩细胞色素 C 分子氨基酸残基差异数目为0。在进化树上的分歧时间在400万年前，脊椎动物与酵母相差43至48个氨基酸残基，分歧时间最远，即在进化位置上相距越远，则氨基酸顺序之间的差别越大。在蛋白质的一级结构中，参与功能活性部位的残基或处于特定空间构象关键部位的残基，即使在整个分子中发生一个残基的异常，该蛋白质的功能也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例如，胰岛素的一级结构中，3个二硫键是形成高级结构的基础和关键。组成二硫键的半胱氨酸残基的异常突变会导致高级结构的改变及生物学功能的丧失。被称之为地中海贫血病的镰刀状红细胞性贫血，仅仅是574个氨基酸残基中一个残基的改变所造成的。异常的红细胞呈镰刀状，细胞携带氧的能力及细胞弹性下降，极易造成溶血，危及生命。它的变异来源于基因上遗传信息的突变。血红蛋白贝塔亚基蛋端的第6个氨基酸残基发生了变异，正常的为谷氨酸被异常的缬氨酸代替。核糖核酸酶 S 是由124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分子中8个半胱氨酸之间形成流桥。核糖核酸酶 S 中的4个二硫键维持其3级结构，用球基乙醇、尿素溶液证明了蛋白质的功能取决于其特定的空间结构，而规定其构象所需的信息
包含在它的一级结构氨基酸序列中。蛋白质溶液中加入球基乙醇和尿素以后，二硫键被破坏。当去掉球基乙醇和尿素，二硫键重新恢复形成，但可能出现多种形成方式。错误的二硫键形成导致蛋白质的折叠错误，生物学功能部分或完全丧失。肌红蛋白主要分布于动物心肌和骨骼肌组织，约占肌肉总量的 0.1% 至 0.2%。1963年完成的抹香鲸肌红蛋白结构分析表明，肌红蛋白含有153个氨基酸，8个阿尔法螺旋，螺旋之间以贝塔转角连接，组成三级结构。血红蛋白的阿尔法亚基有141个氨基酸残基，贝塔亚基有146个氨基酸残基，由2条阿尔法链和2条贝塔链组成的四聚体蛋白质，也称为寡聚蛋白。虽然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的氨基酸残基数目、氨基酸序列都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它们的三级结构几乎完全相同。同时，血红蛋白的4个亚基和肌红蛋白的单体分子中各结合有1个血红素伏基，它们的氧合能力依赖于血红素伏基，所以二者都能够结合并运输氧气。血红蛋白的亚基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稳定的四级结构，使其中的血红素与氧的亲和能力降低。而当血红素分子中的1个亚基的血红素与氧气结合以后，立刻引起该亚基构象发生变化。这种构象变化随即通过亚基间的次级作用，引起另外3个亚基的构象改变，结果改变了整个的分子构象，使所有亚基都变成适宜与氧气结合的构象，从而使血红蛋白的氧合速度大大加快。这种现象我们把它称为别构效应。这种1个亚基的别构作用促进另1个亚基变构的现象，称之为亚基之间的协同效应。在不同氧分压下，血红蛋白饱和曲线呈 S 型。图中，在低氧分压下，肌红蛋白与氧迅速结合，在低氧分压的情况下，迅速达到饱和。肌红蛋白的氧饱和曲线为双曲线，由于其是单亚基蛋白，不存在别构效应。图中方框区域表示血红蛋白中1个亚基与氧结合的过程。血红蛋白的天然构象是不利于氧结合的构象，一旦其中1个亚基与氧结合后，由于别构效应的存在，导致后期另外3个亚基与氧的结合速率大大加快。图中表现为氧饱和速度迅速上升，1个亚基与氧的结合促进其他亚基与氧的结合，我们称之为正协同效应。别构效应指的是蛋白质与配基结合改变蛋白质的构象，进而改变蛋白质的生物学活性的现象。具有别构效应的蛋白质，我们把它称之为别构蛋白。别构蛋白指的是蛋白质除了活性部位以外，还有与别的亚基结合的部位。别构蛋白一般都是寡聚蛋白。疯牛病是由软病毒引起的一组人和动物神经退行性病变，正常的为 PRP， 富含阿尔法螺旋结构，称为 PRPC。PRPC 在某种未知蛋白质的作用下，会转变成为贝塔折叠为主的 PRPSC 结构，从而致病，但它们的一级氨基酸序列完全相同。左边为软病毒正确的阿尔法螺旋为主的构象，右边是错误折叠后致病的贝塔折叠构象。两种结构异形蛋白来源于同一基因，一级氨基酸序列完全相同。同学们，本讲到此结束。